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中国正在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第二个是广州疫情蔓延至多地，源头还没有找到。我先讲疫情啊，因为是稍微短一点。那么后面这个第二个主题啊，就是中国的外交孤立啊，我会讲的比较长，所以我先把这个疫情这个情况跟大家播报一下，因为这个事情仍然在发生啊发展。广州疫情本土爆发1周以来，感染的病例仍然正在增加。5月29号，广州市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分级分类防控工作的通告，限制疫区人员活动、交通出行、线下教学。通知规定，对重点区域荔湾区、海龙街、白鹤洞街、中南街、东教街、冲口街5个街区实行出行活动限制。娱乐场所、文体场馆、幼儿园、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餐饮场所禁止堂食学校暂停线下教学那么除了这个全封闭管理的这个初二、高三以外全部暂停线下教学。通知还规定，对荔湾区其他街道、广州市部分街区次重点区实行严格管理，全市防控升级。广州儿童托管机构停业，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减少人员聚集。截至5月28号24时，广州市共通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5人，无症状感染者9人，加在一起已经到了14人。那么广东茂名、佛山以及广西南宁都出现了和广州相关的病例。那么广州市卫健委的主任黄光烈在记者会上说，与去年的新冠肺炎本地疫情相比，这次疫情传播突出的特点是什么？2点。第一，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第二，传播力很强。那么这波广州本土疫情始于5月21号，荔湾区75岁的阿婆郭某，郭阿婆确诊为新冠轻症患者。那么郭阿婆就是这次疫情爆发的关键那么财新网报道说，郭阿婆5月10号到过这个荔湾区中心医院就诊那么该医院5月9号接诊过一个从这个隔离酒店转过来的境外输入型的确诊病人。那么这位病人的感染的病毒属于印度变异株那么广东卫健委的官员说，这个病人属于境外关联他们就说，他说我们怀疑有些轨迹或者是终端消毒的问题，导致病毒最后流出去了就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就是郭阿婆去荔湾中心医院就诊，出现了院内感染，就是这位接诊就是9号这个确诊病人和郭阿婆感染了他的这个病毒，因为郭阿婆的这个基因测序显示，郭阿婆感染的病毒也属于印度变异株所以他们2者是同一种病毒，所以广州官方怀疑，就郭阿婆感染的就是那个之前确诊的病人那么这件事情，郭阿婆是一个关键人物。那么另外还有个关键地点叫又一间又一间是个餐厅那么5月19号，郭阿婆和她的亲友在又一间餐厅喝早茶，就叫早茶传播链那么喝完早茶之后，5月23号，广州就陆陆续续出来通报这个新增感染病例，
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郭阿婆的丈夫，她的朋友宋某某啊，然后宋某某的孙子、儿媳、丈夫、侄女和其他多名这个密切接触者。那么截止到5月28号24时，然后广州市总共是确诊了5例，然后9例无感染、无症状感染者啊。那么现在就是除了2例无感染、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明确的来源，就这还有2例没有明确的来源。那么其他确诊病例和感染病、无症状感染病例都和这件事情有关啊，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感染链，要么就是住在一起，要么就是一起喝茶，要么就是共同托管。共同托管就是小孩子放学托管啊。但是所有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连串的这个感染链，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源头啊。那么这是一个啊。那么然后广州疫情已经扩散到哪里？扩散到了佛山、茂名啊，还有广西南宁。5月27号，这个佛山禅城区40岁的王某确诊。他是谁呢？他是这个又一间感染，就早茶感染链，其中有一个叫姓雷某某的密切接触者，这是一个知道来源。另外就是5月28号，佛山南海区确诊1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那么其中有1例无感，有一个是陈某某，一个是陈某某的儿子，都和广州有关，但是另外1例就不知道来源啊。另外一个就是5月25号，广西南宁和广东茂名又陆续出现了最新的疫情，分别新增1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他们都曾经在广州市荔湾区活动过。所以你可以看到广州市荔湾区已经出现了本地传播现象啊，就是不是直接和他们有关联，就是又一间感染链、早茶感染链有关的，也出现了其他的传染的现象啊。所以呢，荔湾区是5月26号进行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一片混乱，通宵排队出现了通宵排队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说是2天完成但是还是完成不了，要延长那么5月29号，广州市番禺区南浦岛居民启动全员检测，我估计这个地方也发现了只是没有告诉大家。那么5月29号，这个广东省共有6个中度风险地区，全部都在荔湾区刚才我讲的那几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基本上广州市现在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和深圳现在疫情的情况都比较严峻都在扩散当中特别是广州因为人员流动更大，然后它的范围更广。深圳这边其实也是非常形势也是严峻，所以它也开始封楼了。深圳已经开始封楼了。好，我们先把这个第一个讲完那我们就开始讲中国正在陷入空前的外交孤立。空前就是当然讲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了最新消息，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5月28号到29号举行了2天的视频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不点名的批评中国破坏全球贸易体系联合声明指出，中国的主要破坏行为包括2个方面。第一个，越来越多的使用非市场政策和操作，包括巨额补贴、掩盖政府参与经济、盗窃技术这些行为扭曲了竞争，降低了公平性
和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信任，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完整性和可持续性构成威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享有发展中国家地位它享有发展中国家地位，这是不对的。那么未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中国应该做出全面的承诺这是一个就是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那么5月5号，七国集团召开了外交部长会议5月5号结束那么会议发表了12400字的联合声明联合公报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中国胁迫性的经济政策。会议讨论并形成了一个协调机制，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胁迫性的经济政策。然后七国集团还没完，将于6月11号到13号举行首脑峰会，这将是西方发达国家协调立场，共同应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场合和平台。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拜登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华战略的核心任务，就是联合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应对中国。这是第一部分，这是最核心的部分事实上，美国基于地缘政治方面从第一岛链进行了外交攻势。先是从哪里开始？先是从日本跟韩国开始那么美国国防部对第一岛链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从北边是日本的千岛群岛，一直从经过日本下来，然后再穿过台湾然后再到哪里？到菲律宾的吕宋岛，再往南，最南到哪里？印尼的婆罗洲就是加里曼丹岛。这个区域包括什么？包括黄海、东海、南中国海这3个，整个的西太平洋区域叫这个第一岛链那么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那么开启了双方达成了共同应对中国威胁的战略共识，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是对美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布局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作用那么这是一个首先，当然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的核心的战略盟友是日本。那么韩国的文在寅总统访美只是美日战略联盟的一个注脚美国的主要意图就是稳住韩国提供稳定的角色不添乱不添堵就行那么这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布局那么最新消息，菲律宾外交部5月28号表示，菲律宾针对中国在中业岛附近的持续部署、长期存在和非法活动提出抗议。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希望岛就是中国叫中业岛，是菲律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律宾对其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中业岛距离菲律宾本岛451公里，是菲律宾在南沙群岛占领的8个礁石、浅滩和岛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中国在距离中业岛附近约25公里的这个朱碧礁建立了一个有跑道、机库和对空导弹的小型城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上任以来至少向中国提出了84次外交抗议。菲律宾要求这些然后中国有300多艘武装民兵的船只在牛轭礁停留了好几个月菲律宾要求这些船只离开大概就是这样。菲律宾处于南中国海非常关键的位置就是
整个南中国海，菲律宾是处于这个扼守着南中国海的一个要冲啊，它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那么也是中国战略扩张最前沿的位置啊。那么中国一出来，第一个面对的就是当然面对的是台湾，第二个就是菲律宾啊。所以中国跟菲律宾翻脸是迟早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取决于菲律宾的意愿。杜特尔特总统呢非常想保持和中国不翻脸的这样的外交关系，但是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技术性的操作不能解决战略性的问题。那么所以呢，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立场不可调和，为什么？一句话叫什么？用中国的话叫“你挡住我的路了”，菲律宾挡住了中国的路，所以中菲之间迟早翻脸，迟早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越南，过去2年，越南把他在西沙群岛占领的岛屿，和他附近的一些岛屿，他所有占据的岛屿全部进行了武装化，所以越南最清楚，对于他来说没有其他的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把它武装化啊，所以你可以看，在整个东亚地区，在第一岛链上的情况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最近有3件事情让中国非常生气，这3件事情是哪3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日本跟欧盟举行首脑峰会，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那么讲了2点，第一点，对中国南中国海和东海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强烈反对任何改变现状和加剧紧张局势的单边企图。第二，双方强调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的重要性，并承诺在区域问题上进行密切协调，包括中国政府加强威权控制的香港，以及严重侵犯维吾尔权利的新疆。中国很生气啊。第二个很生气，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欧洲对外行动署秘书长萨尼诺在布鲁塞尔举行美国、欧盟、中国问题高级别对话第1次会议，生气吧？非常生气啊！这个会议意味着欧盟和美国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上确立了共同立场，而且开始进入具体操作层面啊。那么今年3月份，欧盟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统一协调立场，同时制裁新疆官员。中国随即制裁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欧洲智库和学者，然后这件事情就搞大了所以过去1个月，欧盟跟中国的关系急转直下。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是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那么标志着欧盟放弃了这件事情，实际上标志着欧盟放弃了在中美之间居中谋利的立场，也就是全面跟中国翻脸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是中国对欧盟的反制裁惹祸，还不如说是欧盟将计就计，借坡下驴，反正迟早要翻脸，我不如趁机就把这个脸翻了算了。这是第2件事情，中国很生气第3件事情让中国生气的是，立陶宛5月22号正式宣布退出中国与17个中东欧国家组建的17+1合作机制。然后这个立陶宛表示这个机制没有带来实际的收获而且敦促其他的成员也离开，你们别在这儿玩了，没好处。还说欧盟应该团结一致应对中国的挑战。立陶宛的举动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的最新迹象在此之前，中国其实和大多数的中东欧的关系
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啊。为什么？就一个原因，中国的经济承诺没有兑现啊，没有兑现，说要在那当地投资啊，夸下海口，没有做出动作啊。那么，所以这些国家，中东欧国家有幻灭感，觉得中国说的话不可信，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承诺没有兑现，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中国跟欧盟、中国跟美国之间激烈的对抗，啊，也影响了这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要决定在这一场激烈的冲突当中，他要选边站，否则的话他会中间掉下去啊。那么，中国针对欧盟的制裁、反制裁是个巨大的错误。从外交层面来说，他不仅惹恼了那些欧盟的这个国家，他也惹恼了一些原来对中国持有相对中立的态度啊，甚至温和的态度的国家。那么，其中中东欧一些国家价值观更接近西方的国家，你比如说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开始转变对华立场啊。那么立陶宛立陶宛退群啊，甚至要考虑在台湾设立经济代表处，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那么，在欧盟提高外资安全审查的背景之下，你看啊，罗马尼亚、立陶宛、克罗地亚、捷克开始对中国采取不同程度的投资审查，这是一个。然后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爱沙尼亚计划限制华为在当地的业务啊，这是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一段时间，欧盟对华的立场，对中国和中东欧之间的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他们最终还是要选边站，那他得选一头啊。总的来看，中国在欧洲的朋友就剩下了2个，一个是匈牙利，一个是俄罗斯。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呢？中国外长王毅，前天宣布啊，中国外交部宣布，中国外长王毅邀请4个欧洲国家，这个5月29号到31号到中国访问。这4个国家是哪4个国家呢？波兰外长拉乌，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爱尔兰外交与国防部长科文尼，然后是匈牙利外长，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雅尔多啊。他们讨论什么问题呢？这4个外长和中国去讨论什么问题？讨论几个问题：双边关系、地区合作、中欧关系。你讲讲看，这4个国家有什么资格代表欧洲跟中国谈中欧关系？这不是很搞笑吗？所以这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中国邀请的这4个国家的外长访问中国，反映了什么？反映了2件事。第一个，中国现在的外交格局已经剩下了这个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还不够孤立嘛？只能请这些国家来啊。然后，中国最恨谁？现在中国最恨谁？现在中国最恨日本。为什么？你看，美国一招呼，日本就过去了。然后日本不仅过去了，日本还跟这西方国家邀请西方国家去军演，还和其他国家进行各种各样的首脑峰会，而且每次首脑峰会都提到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日本每次都谈。所以中国现在真的恨日本，
恨得什么程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这么说，他说，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出于遏制中国的一己私心，罔顾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各种场合接二连三拿中国说事儿，渲染中国威胁，拉小圈子，鼓吹地缘政治对抗，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对华污蔑抹黑，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很准确，这就是日本干的事情啊，气得要命，中国气得要命。这些错误做法与和平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已经给中日关系和地区局势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奉劝日本不要把手伸得太长，更不要四处煽风点火。在对华关系上搞麦克风外交不是正途，攻击抹黑只能适得其反，拉帮结派没有帮助，胁迫对抗更无出路，胁迫对抗更无出路。日方应该早日悬崖勒马，好自为之。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这对日本都没有办法了。现在美国有没有停下来？美国没有停下来，美国没有停下他的脚步。拜登政府继续做工作，做谁的工作？轮到了印度那么印度外长苏杰生5月24号到28号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看看美国怎么工作的5月28号，苏杰生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会谈。在此之前，苏杰生以及见了谁呢？见了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然后国防部长奥斯汀，贸易代表戴奇，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那么进行了全部都是单独会谈，美印关系在急剧升温双方体现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印度驻美国大使桑德胡介绍他说，这次呢苏杰生一行来这个美国访问，他们在这个苏杰生在印度大使馆接待的美国官员包括什么呢？包括来自哪些部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能源部、国际开发署就是要去他们那投资了投资帮助他们基础建设还有赞助他们援助他们，国土安全部、贸易部、驻联合国代表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这就是美国给苏杰生的待遇然后他们苏杰生跟这个布林肯会谈，布林肯说，我们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新冠疫情，我们团结一致应对气候变化和带来的挑战，我们直接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就是四方集团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一起合作，应对我们在该地区和世界各地面临的许多挑战。这是布林肯说的苏杰生说，我认为我们的关系在这些年里变得更加牢固，但我想借此机会向国务卿并通过他向政府表示，向美国表示，在我们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刻，美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声援。因此，正如他所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但我认为这是我应该表达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好朋友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印度正在成为美国坚定的盟友怎么个坚定法？马上见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5月28号表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武汉肺炎病毒溯源进一步调查他说，有关调查武汉肺炎病毒起源是重要的第一步，需要更多的数据和研究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这就是印度的态度。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整个从欧洲到亚洲、东亚，当然中美之间就没什么话可说，中美之间现在是主要的对抗的双方
那么美国已经争取了大部分的国家主流的国家中国剩下了不多的盟友这些盟友对他们对中国的提供的战略支持是不足够的也就是说，拜登总统上任4个月的时间，他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和资源解决美国自己面临的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疫情，包括经济复苏，包括当然更重要的是拜登总统需要弥合美国国内严重的社会分裂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拜登总统用了这4个月的时间修复他和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恢复美国基于实力的国际地位所以呢，美国团结了大部分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大部分的国家站在一起面对中国，这就是现在的中国面临的外交格局、外交形势。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什么例子？大家还记得有一个澳大利亚前总理叫陆克文，大家记得这个人吗？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过去20年，十几20年吧，他是中国各种论坛的常客基本上陆克文只要是请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外国国家领导人请不到的，就会陆克文就会去，因为他是前首相那么陆克文最近立场变了立场怎么变？我念给大家听陆克文表示，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胁迫，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对抗。他说，如果你像世界上许多国家那样对北京政府表达异议，那么与各国共同站在同一立场要好得多而不是单独去做。陆克文还说，西方政府不应该害怕在人权等问题上挑战中国。各界对于新疆、维吾尔族、香港、台湾的关切是中国不想看到的。中国不喜欢的事情，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去做。陆克文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说他在任内就曾经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例如他首次访问北京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发表中文演讲，就批评过中国的人权表现。陆克文干什么？陆克文发现风向变了，他开始向这边转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整个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选边站，很多人已经开始要选边站了，包括谁呢？包括陆克文。陆克文发表这番讲话之后，以后从现在开始，陆克文就不可能再去参加中国的任何一个论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主题。中国在外交上面临空前的孤立的状况。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我在这里再提醒一句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有一些网友会提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假如这件事情这样之后你怎么看？我希望以后大家不要提假设性问题，我们就事论事。我的评价仅限于什么？我的评价仅限于事实本身，好吗？所以我请大家尽量的，我们把问题集中在我们不展开想象的翅膀，我们就事论事讨论问题，行吗 ？OK。明谢 Jessie 蔡，谢谢魏唐，谢谢 Helen， 谢谢周末愉快，谢谢情况，武汉七浦人口为1200万，比其他二线城市掉队明显，疫情打击堪称致命。1200万吗？之前不是掉到了900万，怎么变成1200万了？这么快？我印象中去年的8月份，武汉的人口是900万中间少了，就是之前超过1000万，
后来少了100多万，少了几百万，就回到1200万啊。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第7次人口已经公布了吗？啊 ，OK 啊，好。情况坐标河北农村，昨天和家人取得联系，得知国内母亲去打疫苗，在排队的时候，前面一位邻居刚刚打完，没过2分钟就躺地上晕厥了。旁边的护理人员赶紧拿出药丸放在口中，接着送县医院，过了1天才回来，目前在床上躺着，母亲吓得转身回家了。OK。情况坐标广州珠海区海珠区某小区啊。昨天凌晨2点，居委会拍门叫醒人全员核酸检测。OK。提问：目前在大陆的城市，只要出现几例症状，就采用如临大敌的方法，而且防疫混乱，真实的染疫人数是否远远超过公布的数字？国产疫苗接种有可能会好似猪瘟疫苗一样，疫苗质量不过关，反而让病毒产生变异。现在的情况是公布的数字不可靠啊，中国政府在关键的情况、关键的数字上做手脚，撒谎的案例不计其数啊，所以你提出的这个怀疑是合理怀疑，所以他是不是可能是出现了隐瞒的情况？有可能啊，有可能，这是第一个可能性，而且非常大，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的疫苗是不是会出现像猪瘟疫苗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个猜测。但是呢，中国的疫苗企业声名狼藉啊，那么他们品质控制很烂，出现过造假，出现过很多问题啊，所以他们名声不好。所以这么大规模的量，大家知道，你要知道，给10几亿人口生产疫苗，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量。他们一个不大庞大的数量的疫苗，他们都会造假，他们都会出问题啊！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搜一下，那问题多了去了。那这么大庞大数量的疫苗会不会出问题？我觉得出问题是大概率啊，就是说大概率是出问题，会出问题。所以我对中国国产疫苗的品质，我是持怀疑态度。情况，台湾这一波疫情才是真的算是第一波大规模社区感染的疫情，造成了相当的恐慌和民怨。我不同意。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对台湾这场疫情表达这种愤怒情绪的人，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我一看这个行文，我就知道这是大陆来的啊，这不是台湾人的文字啊，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对台湾的疫情，疫情控制的情况很有信心。原因是什么？原因是3点。第一点，他们之前做的很好啊，他们会不会犯错？会犯错误啊，这个会犯错误。但是有一点，台湾政府没有控制媒体，所以媒体随便骂。那媒体的监督对疫情的控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批评他们的工作是对他们工作的帮助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他们之前做得很好，他们这次也做得很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疫情控制的问题，而是台湾人的团结的问题。这里面谁要承担主要的责任？就是国民党和第5中队，中共的第5中队啊。批评是应该的，但是捣乱是另外一件事，这是第2条。第3条，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日本都在支援台湾，台湾自身也在订购了很多的疫苗，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
观点：反思溯源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对这种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OK。提问：关于国内打疫苗的问题，昨天还有人提出来说台湾自己研发疫苗是错误的。如果你连这个都有不同的意见的话，我觉得你根本没有资格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自己研发疫苗怎么会错误呢？当然，台湾要生产自己的疫苗，毫无疑问要生产自己的疫苗。因为什么？记住2点。第一点，武汉肺炎疫情，你可以控制住，但不是那么容易就过去的。如果自己手上不掌握疫苗的生产，台湾就永远不能掌握抗疫的主动权。所以自己要能生产疫苗，才是所有一切的根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好讨论。如果要讨论这个问题，那不浪费时间吗？所以台湾自己在研发疫苗，而且台湾疫苗现在已经快要成功了，应该是9月份就可以生产出来。大家想一下是什么情况？所以而且疫苗会不断的需要，可能现在的这个武汉肺炎可能就会像流感，每年都要打一次，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台湾我觉得做得非常，而且台湾的医疗水平基本上亚洲是最高的水平了，所以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问题啊。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要再去攻击台湾。中国大陆更没有资格去说说中国大陆说要去给台湾供应疫苗，你疯了，真的是！你那些疫苗供应给谁？提问：关于国内打疫苗的问题，我至今没有打。一方面对疫苗没信心，另外一方面也想，肺炎的高发季节是冬季，想等等看到10月份能不能打复星？请问王老师，你觉得我这是理性的选择吗？不是。为什么？我觉得能打就打，尽量的打，尽量的打这个世卫批准的疫苗。为什么？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不重要啊，其他的都不重要，保护自己最重要。但是呢，如果你看的环境，如果那个环境很恶劣，当然你可以不要去。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环境还是可以的，不会产生交叉感染的情况，能打尽量打，能打尽量打啊！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在这里呼吁，能打的尽量打啊。情况，前往佛山出差，周前，周间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于途中经见一间医院外挤满要打疫苗的民众，看的场景人数众多，大家前胸贴后背，挤成一团，让人看见触目惊心。这可是疫情扩散的最佳破口，祈愿那些群众能平安无事。这就是这有2点啊。第一点，中国人没有距离感啊，中国人在中国生活的人，大部分是没有距离感，没有安全距离，没有社交距离啊。就我跟疫情没有关系，我讲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其实人跟人之间是需要距离，但是中国人没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中共啊，因为中共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常态。你去火车站看一下买车票的地方，你就知道中国人是没有距离感。情况，我在台湾的朋友对疫情蔓延、医疗情况和等待疫苗的焦虑非常不满啊。你有多少朋友在台湾啊？有多么不满？情绪坐标法国，十分高兴的看到拜登总统正在恢复与欧盟的关系，美国和欧盟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对抗中共啊。提问：在现在的情况下，欧盟会不会暂时禁止匈牙利在欧盟中的某些权利，以统一对外战线？不行，违反条约。
违反马城条约那是不行的，不可以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塞尔维亚现在对华态度是什么？在米洛舍维奇之后的时代，目前塞尔维亚的执政党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我不知道，我没看到啊。提问，根据现在国际的局势，美欧对华政策基本成型，请问这个结果是否会令俄罗斯以及北韩的对华态度有根本性的改变？不会。为什么？没有因果关系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国际社会的孤立，是否会加剧中国的民族主义？面对越来越明显的倒退趋势，生活中国国内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这个问题问了我很多遍。第一个，中国有没有民族主义？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为什么？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就是排外。民族主义根本的特征是排外，但是在中国中共建政之后，民族主义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啊，民族主义没有生存，中共一直在推广的是爱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我们不讨论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这是一个不大清晰的概念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之下，他会拿出来说，比如说，这个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之后的，这个中国老百姓去包围美国领事馆，你可以把它标签成为民族主义。西方经常讲中国有民族主义，但其实中国真的没有民族主义啊，因为中国只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加上排外的仇外情绪而已。所以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在中国不是一个准确的语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会不会排外？中国一直排外，中国一直在排外。中共从建政到现在，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民众的排外。为什么？那就中国人就孤立了，就没有无缘啊。中国人就孤立无援，他对仇视所有的外部世界多好，对于统治中共对于中共统治这些老百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以中国就一直在推动中国的排外，所以这件事情会不会加剧他的排外？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加不加剧的，反正我们从小就是仇恨美国，仇恨西方，仇恨所有的一切都看不起比我们穷的人，然后仇恨所有比我们有钱的人，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啊。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什么自处？没有什么自处，就是好好过自己日子就好，没有什么办法，你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你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好自处的，就是该过你自己的日子。趋利避害这件事情，当然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趋利避害。为什么会永远都在想我该怎么办？这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持续的恶劣的生存状况。你只有持续的处于一个恶劣的生存状态，你才会看到任何一件事情，马上想到我要趋利，这个避害趋利啊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什么建议，反正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你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你也只能想办法，过自己的日子啊。提问，请问王者，总听到您说美国盟友是什么意思？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的国家都是盟友吗？还是说自二战以来的战争盟友？盟友，美国的盟友是基于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联合了他的其他的国家啊，那么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个在亚洲就是对付日本，一个在欧洲就对付纳粹德国。那么他有一系列的盟友。二战结束之后啊，铁幕降临，世界上就分裂成两个世界，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另外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阵营。那么社会主义阵营跟西方阵营形成两个对抗的集团，这两个集团以美国为首，它有一圈盟友，就是这个。当然，他们首先要有共同的价值观，然后他们第二个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第三个他们要协调行动啊，所以就是他的盟友。那至于说有一些国家，我举一个例子，印度领导了一个运动叫不结盟运动啊，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那么，所以呢，印度算不算美国的盟友呢？印度理论上不算，因为它不结盟，不结盟嘛。那么我们不结盟，那怎么是盟友？但是你看，印度其实它是取向于既和苏联交好，又和美国友好的国家。所以你看印度的武器很奇怪，印度既有美制的武器，又有苏制的武器，这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当然它是一个大国，它需要跟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打交道，这也是他战略选择。所以印度算不算美国的盟友啊？在冷战结束之前，印度不算盟友，印度只能算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但冷战之后，世界开始发生变化，你可以看到印度开始选边站到美国一边。所以印度算不算美国盟友？印度当然算美国盟友，为什么？印度原来不结盟，现在已经加入四国集团了，所以他已经选边站了，所以他是盟友啊。提问王先生经常说，中共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行为，背后都有他自己的理性逻辑。请问，从香港、台湾到欧美日韩，不断的把朋友变成路人，路人变成敌人的理性逻辑在哪里？难道只为了迎合国内的基本盘吗？或者是天真的以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大到可以与全世界为敌，而丝毫不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好问题。我刚才讲的拜登总统上任4个月，就完成了他和他的盟国协调立场的一个这样的动作，基本上完成。这里面当然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不断的工作啊，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部他对盟友的各项工作，这当然是包括了在内。但是另外一方面，完成这个动作不仅有美国，甚至还有中国啊。中国在做一系列看上去很愚蠢的事情啊。你比如说，3月份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一起制裁中国以新疆议题，那么中国进行反制，他就跟欧盟翻脸了。这件事情欧盟跟中国一翻脸，欧盟很快的就选择跟美国站在一起。所以你看美国跟欧盟之间的贸易战现在已经停下来了，双方已经和解了啊，我们就开始欧盟在很多之前跟美国之间的这些冲突啊，都差不多都是这个川普政府时代结下的梁子，基本上现在差不多，不是说解决了，但至少大家都已经有意识说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解决，慢慢的解决掉啊。那其实帮助美国去团结他的盟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不断的做一些动作，帮助美国去团结盟友。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菲律宾
菲律宾其实杜特尔特其实一直想跟中国拿点好处啊，就是杜特尔特讲很多很难听的话，杜特尔特基本上是一个大老粗啊，他讲很直接，讲话很直接，也不会掩饰。但是你看，中国不断的打杜特尔特的脸，左一巴右一巴，一会儿牛耳胶，一会儿这个胶，一个那个胶。杜特尔特现在自己都没办法跟他的国民交代，就是说他原来很想跟中国交好，结果你看就这个样子。所以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做帮助美国团结他盟友的事情。那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呢？背后的理由就是那个理由啊，就刚才我讲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有他自己的政治进程，他有他自己的政治进程，他有他自己的政治逻辑，其中有一个逻辑叫底线意识。这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一直在给中共党内灌输一个意识，叫底线意识。底线意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一直站在底线，中共一直站在底线上，站在底线你就不能退啊，你一退的话不就掉下去了吗？所以你可以看，在所有的战略方向，中国有没有退过一步？没有，一步都没有退过，这就是它的逻辑。那你比如说，这个美国跟欧盟啊这几个国家五个国家一起制裁它的时候，它能退吗？它不能退，不能退怎么办？反击，一反击就正好，别人就将计就计，就是这样。他在牛耳礁搞300条武装民兵的这个船只放到那儿一放2个月，他干什么？战略扩张啊！他认为他在那里有战略利益啊！我跟你翻脸，我要把这个战略利益拿到，就是这样。中国有他自己的政治进程，他这个政治进程跟什么有关系？跟习近平的地位有关系。习近平要通过这些政治进程强化他的政治地位，从而获取他的下一个任期。当然，这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它有很强烈的关系。所以呢，他就做很多我们看上去非常愚蠢的事情，结果导致了现在很多的局面就是这样的局面。而且，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在中国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协调各方的利益和政策。我们昨天讲，中国的经济政策叫什么？它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叫什么？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为什么？因为它互相之间不协调。那你一不小心把这里搞大了，那边就出问题，那边一摁下去，这边又起来了，那就不断的在摁呗，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最后盆儿不够大，那怎么办？换个大盆儿呗，换个大盆儿怎么办？就出现这种情况。最后谁来背？习近平自己背，没有人背，就他自己背。提问，请问王老师，台湾政府一直坚持要购买原厂疫苗的原因是什么？你为什么问我？你就问他呀，对吗？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这个问题问我干什么？我转述也不准确，你去问台湾政府啊。情况，我身边的大学生基本没人知道8964，甚至已经被洗脑，认为文革是一个有错误的历程教训而已，真的觉得周遭太可怕，全部都是自私自利，并高喊中国真好。然而对国内自杀率和犯罪率剧增完全视而不见。情况，刚刚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肯德基门口酒驾撞了一堆人，然后跑了，又撞了一堆人，手上还拿着刀子，搞倒几个，真可怕，感觉是千疮百孔。情况，自从19年开始，身边的朋友，尤其是做商业实业店批发的朋友，生意就不太好做了，不得已开发新的销售渠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网络直播带货，我当时就劝他不要做投资，但他说不去寻找新的增长点也是死路一条，而且他说他认识的谁谁谁有多少粉丝，一年销售过亿什么的，信心满满。去年投资几十万在抖音上砸出几十万粉丝，就在前2天跟我说根本没有什么销售额，什么所谓的一个粉丝1块钱的
估价根本就是谎言，这就是当下所谓的平台收割韭菜。你现在看到的，直播带货，你想一下，韭菜们就那么点钱，对吧？如果大家都能够带货带出货来，那些钱上哪去了呢？哪来那么多钱？对吗？你说是不是？所以现在的情况哈，有没有可以增长的销售渠道？有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社会正在急剧的变化啊！大家记住，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形态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变化，它就会涌现一些机会啊，涌现一些机会。这些机会是基于什么？这些机会是基于消费出现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就是说你新的形态、新的社交形态会催生一些新的消费形态，它会引导消费由这个场景跑到另外一个场景去。它并不是说场景增加了，它只是场景变化了。那你看现在多少商场现在已经死路一条，全中国的商场那都是为什么都跑到网上去？那是不是现场消费就死路一条？也不是。你可以看到日本很独特，日本的现场消费仍然非常的兴旺。为什么？他找到了一些新的商业概念、新的消费模式，他更多的强调体验式的消费。所以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只是我还是那句话，其实中国的商业不发达啊，中国的商业不发达才会这么脆弱。所以现在要做投资，这跟10年前完全不一样。大家记住，现在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投资机会和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现在中国的投资风险比以前大了，不是10倍的问题，是100倍的问题。所以大家没有第一，如果你没有经验；第二，你没有钱，有没有前面有人做好的这样的商业模式，都不要尝试，风险很大啊，小心一点。这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我们讲在2018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转型。什么叫转型？2018年之前，中国经济是增量型的，就是从 A 点到 B 点没有高速公路，增量就是建一条高速公路，这就叫增量。增量是0到1的问题。201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转型，进入什么呢？进入存量时代，就是 A 点到 B 点已经有2条高速公路。那除非你的需求大增，否则的话，你再修一条高速公路的需求基本上是0。所以需求在急剧的下降，需求急剧下降意味着什么？投资机会就少了很多很多。投资机会少了很多很多，那意味着投资风险是巨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跟以前这十几年前，中国拿个10几20万出来创个业，你只要胆儿大，你就有可能博到。你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你就不是这样的。观点：前天有网友问，即使最后证明武汉毒源来自实验室泄露，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被问责，为什么美国还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其实是拜登极高明的一步棋。兵法上有攻敌之所必救，这是中共不得不接的招数。如果不配合调查，其掩盖真相的目的昭然若揭，国际形象破产；如果配合，不论结果，其在国内人民面前塑造的强硬对外表现也会破产。这印证了王先生在川普时代的看法：美国满手都是制衡中国的工具，川普不会用，拜登用上了。提问：请问王老师，大陆强制性的核酸检测是对人身权利的侵犯吗？在面对一个公共卫生事件，
那么要求民众进行核酸检测，这不算侵犯人权。侵犯人权的是什么？就是你这种强制性的核酸检测的手段是不是侵犯人权，而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侵犯人权。OK， 观点：一旦台湾能生产自己的疫苗，就能对抗中共国的疫苗外交。一如当时台湾对全世界数千万个口罩捐赠，利人利己，非常对。大家想一下，当初要不是台湾自己生产口罩，你想一下是什么形势？台湾疫情是什么形势？所以台湾一定要生产自己的疫苗，而且台湾是有条件生产自己疫苗。台湾的医疗很发达，台湾的医学也很发达。提问朋友是某上市国企一把手，前日告诉我，7月前国家会刺激股市，让我关注。请问王先生怎么看这件事情？是可以入场，还是只当做烟雾弹？我不知道，我没有他的消息，我也没办法反证，因为我怎么能证明他说的没有呢？所以我不能够证实他说的是真的，同时我也无法证伪啊。但是我还是我劝你一句话：如果听消息能发财的话，我在20年前我就已经发财。你别忘了，我在香港经济日报，我的消息很多，我的消息比别人多得多得多，我都没发财。你觉得你可以得到一句上市国企的一把手的消息，你就能发财吗？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话，好吗？提问：一直想接父母来美，但美国现在形成攻击亚裔老人的风潮，我没有听说过。我在美国，我没有看到有这样的风潮啊，所以你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啊。我在美国生活，第一我没有看到这个风潮，第二我没有体会到这个风潮，所以你看到其中有一个被人打的那个案例是吗？那是风潮吗？啊，那你在中国有多少老人被打？那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风潮？提问：王老师觉得明年22年冬奥会，中国会以此开放国门吗？还是准备一直闭关锁国下去？我不知道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疫苗可不可靠的问题啊。提问：请问王先生，美国现在是否帮助印度开启制造业，使之成为制造业第一国而取代中国？我不知道，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不要问我好吗？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你看到迹象你才能做这个判断，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迹象，你怎么做这个判断？所以不要去问我假设性的问题。提问：王老师，最近看到一些各个地方官媒总是刊登一些某海归弹棉花收入几百万，养蟑螂收入过亿，大嫂卖煎饼果子月入10几万等新闻，这些新闻有点基本逻辑都在胡说八道。他们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聊的新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你一个印象啊，你没有发财，不是社会有问题，是你有问题。你看别人养蟑螂都可以多少过亿啊，煎饼果子10几万，对吗？你说是不是？但是脑残才相信呢啊。观点：谢谢王老师对台湾的肯定。台湾的国民党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而且摆明了要跟中共站在一边，拿着中共的疫苗不断的压迫执政党，在媒体上用耸动的手法威胁人民，这就是国内目前的乱源。言论危机胜于疫情危机，非常正确。而且我们这里有些人就是别有用心啊。明显高普赛，谢谢老罗王，谢谢刘玲，谢谢米卡卡，谢谢赞赏王老师这么了解台湾。我不了解台湾，我只了解常识，我不了解台湾的具体情况，但是我知道有一点什么呢？凡是中共
刻意做的事情，台湾反着做就对了。他越是要向你推销疫苗，你不要就对了。如果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傻了，就这个，就是这么简单。这是谁教的？这共产党教的。Richard 胡，谢谢王老师说的太好，习干啥毁啥，真是一草包。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